当老虎遇到狼群，这场持续100年的战争，谁才能笑到最后？在自然界中，大型的肉食动物之间总是免不了存在竞争关系，而老虎在几百年的竞争中，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坐上了百兽之王的位置。但是在民间常流传着一句话：猛虎架不过群狼。那么当老虎遇到狼群，他们还能够笑到最后吗？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老虎和狼群的战争就已经打响了。而且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面对狼群数量上的压制，老虎依旧在战斗中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老虎为什么可以战胜狼群呢？从它们的速度上对比，老虎的速度是比狼的速度快很多的，但是老虎属于伏击动物，它们的耐力却比不上狼，所以在这一方面它们各有各的优势。但是在体型方面，狼和老虎是完全不能比的，老虎几乎可以说完全压制了狼群。尽管狼群在捕猎时喜欢团队合作，但是这也意味着它们的食物也需要一起分享，所以这就使它们经常挨饿，不得不削弱狼群的势力。而这时老虎遇到狼群，想要获胜就更加轻松了。不仅如此，人们还发现，在有老虎的地方，狼群的实力都比较弱，而且在自然界中，老虎的栖息地并不适合大型狼的生存，所以它们并不会分布在一起。因此，自然界中的老虎遇到狼群时，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是获胜的一方。为什么它们生活在同一片栖息地中，老虎却总想驱逐狼群呢？事实上，老虎和狼群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在这么长时间中，老虎也经历过没落的阶段。在19世纪时，由于人们大肆捕杀老虎，导致乌苏里江的老虎濒临灭绝。正是因为这样，让狼群有了可乘之机，趁机霸占了老虎的栖息地。当时的老虎已经自顾不暇，没有精力去抢夺自己的地盘，这就使狼群开始肆意妄为，甚至对人类产生了威胁。于是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老虎的重要性，开始击杀狼群，保护老虎。这时的老虎数量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也正是由于老虎数量的上升，导致狼群无法抵抗，不得不退出这片栖息地。在缺少了人类的干预后，狼群很难再次打败老虎，而老虎作为栖息地中的王者，它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地盘中出现其他生物，再加上它们之间存在着食物竞争，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老虎才总是喜欢驱逐狼群。最重要的一点，狼群的存在会对老虎的幼崽产生更大的威胁，所以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去除威胁成为了他们的首要工作。到目前为止，狼群已经丧失了与老虎对抗的能力，但是老虎也做不到将狼群消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了。那么当老虎遇到狼群，它们现在的这种平衡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事实上，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老虎与狼群之间的天平出现倾斜，都是由于人类的干预。只要人们停止对自然界的干预，它们是可以共存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老虎的种群数量急需得到人们的保护。近几年来，保护野生老虎的政策频繁颁布，而这样的政策是否会影响到狼群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会因为人类行为的介入，让狼虎之争再次上演，但是相信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一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不只是老虎的生存现状急需保护，狼群也因为人们的干涉数量急剧减少，已经被列为了我国2级保护动物。尽管它们有时候会对人们的利益产生威胁，但是对于狼群还是需要保护的。那么对于狼群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根据相关部门颁布的政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狼群的损害后，可以及时保留证据，申请相关的补偿，而不同地区所赔偿的金额都不太一样。这样看来，相关部门对于狼群还是非常负责任的。在自然界中，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可能的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让它们长久的生存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然界中的生物长久稳定的生存下去，也能最大程度上保护生态平衡。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